近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接受澳大利亚媒体电视采访时表示，如果大陆敢以武力侵犯台湾地区，那么澳大利亚将与美国一同进退，坚定履行盟友的承诺。来看看详细情况究竟如何。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电视采访时表示，现阶段不排除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可能发生战争，同时他不忘向他的美国主子示好。当提到关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上时，他更是狂妄叫嚣，如果大陆敢以武力侵犯台湾地区，那么澳大利亚将与美国一同进退，坚定履行盟友的承诺。虎哥认为，彼得·达顿的表态与观点纯属异想天开。中国、澳大利亚相隔千里，属于八竿子打不着的地界，两国在历史上并未有任何冲突。今天，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的恶化全在澳大利亚一方。本来我国是澳大利亚重要的资源出口国，澳大利亚的矿、红酒、龙虾都是中国所需要的物资。中国购买大量的澳大利亚商品，不仅满足了国内的需求，同时也使澳大利亚获得了足够多的经济收益，这本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但是近几年来，澳大利亚受美国鼓动，与其密谋勾连，在对于中国的内政、香港、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严重地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而澳大利亚没有丝毫的反思，持续的变本加厉。由此看来，澳大利亚为了和美国配合一起遏制中国，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针对彼得·达顿的滑稽言论，连岛内的著名专家赖岳谦教授都忍不住在节目上笑出声。他说，以澳大利亚的军事水平，如何与大陆较量？可见彼得·达顿言论的荒唐与滑稽。最后他表示，澳大利亚的军事实力连台军都打不过，澳大利亚可谓不自量力。那么事实果真是如此吗？虎哥认为，澳大利亚的军事实力和中国相比，就是蚍蜉撼树，在任何领域基本上都被中国所碾压。澳大利亚全部海军战斗力加起来，甚至没有中国海军三大舰队其中的一个下属驱逐舰支队战力强劲，因此根本没有和中国一较高下的实力。反倒是台军与澳大利亚的比较，确实可以商榷一番。台军经过近年来的改革，其军队总数为20万人左右，这个数目可谓不小。考虑到台湾省2300万的人口，这个比例可谓是相当的高了。而人口2400万以上的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兵力 8.1 万人，其中正规军为 5.9 万人，预备役 2.2 万人，连台军的 50% 都不到。陆军方面，台军截止目前拥有10万地面作战兵力，包括4个装甲旅和3个新锐机步旅，装备900余辆美制的 M60A3 主战坦克和台防务部门自行研制的 CM11 勇虎主战坦克。这些坦克的技术水准位于2代主战坦克，是目前台湾装甲部队最为器重的装甲力量。另外，台陆军还装备了1600多辆装甲战车、运兵车，其纸面数据看来还是有2把刷子的。澳大利亚陆军目前拥有2个师，共计3万人左右，装备59辆美制3代 M1A1 主战坦克和1000辆装甲车，在人数上和坦克数量上面完全弱于台湾省军队。纵使是装备质量上占有一定优势，但怎奈数量差距太过悬殊，仅有的这么点质量优势也会被绝对的数量优势彻底消磨掉。空军方面，台空军有325架现役的3代战斗机，其中100多架 F-16 和即将到货的70架 F-16V 战斗机将是台空军未来的空军主力。而澳大利亚空军方面则有104架各种型号的 F-18 系列战斗机，而且还向美军购买了72架 F-35 隐形战斗机。因此空中力量对比上，毫无疑问的是澳大利亚空军占据上风。海军方面，台军海上力量拥有4艘大型驱逐舰和22艘护卫舰，以及44艘导弹艇。这些导弹艇装备了亚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可以形成海上狼群，对敌方舰队进行饱和打击。
澳大利亚则拥有2艘小型的两栖攻击舰、3艘宙斯盾驱逐舰和8艘护卫舰，在战舰总数上面与台军差距较大。但是3艘宙斯盾驱逐舰是台军都没有的先进装备，具备区域防空能力，而其装备的2艘两栖攻击舰理论上经过改装，更是具有起降 F-35B 型战斗机的能力。因此在海军的综合评比上，澳大利亚海军还是略胜一筹。因此从综合实力来看，澳大利亚在至关重要的海空军占优势，而台陆军则独占鳌头。现代战争海空实力至关重要，不过考虑到澳大利亚距离台湾省超过1000千米，因此澳大利亚只能派遣海军和部分陆军劳师远征，而台军则是主场作战，因此可以对澳大利亚军队形成不对称的压倒性优势，理论上可以全歼来犯的澳大利亚军队。通过分析可知，澳大利亚连我们看来弱鸡的台军都不是对手，更别提挑衅中国大陆发生战争这样耸人听闻的话题了。因此彼得·达顿的这番讲话就是为了迎合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反华势力做出的讲话。他自己实际上心里明白得很，如果绑上美国战车干涉中国内政问题并为之动武，其最终的下场必定不会很好。